丙丁归建预言，世界将迎赤马红羊节。60年一轮回的千年诅咒被历史证明，每逢丙午、丁未年，天下必定大乱。而可怕的是，下一个赤马红羊年正是2026年和2027年。那这个赤马红羊节到底会发生什么？又是怎么来的？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你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古人说的这个灾难，其实就是赤马红羊浩劫。这一浩劫常发生于丙午和丁未2年，而即将到来的2026和2027年，就是本次轮回中的丙午丁未年。那么这2年为何被称为赤马红羊节呢？这里就要先提一下我国古人创造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古人认为天道和地道的变化决定着人道的发展，所以他们把天道的变化分为10大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戊等等；把地道的变化分为12大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辰等等。在天干地支之中，又有阴阳之分，偶数为阴，奇数为阳，天干地支两两相配，就是这一年的纪年规律。这样计算下来，每一个轮回中就有60个组合，也就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60甲子。在这一基础上，古人们又将天干和五行对应，地支和生肖对应，使其更加的深奥玄妙，普通人很难看清其中的规律，进而产生敬畏之心。丙午丁未年之所以被称为赤马红羊年，就是因为这2年马和羊2个属相绑定在一起，而且它们在五行中都是火的属性，火为赤红，因此人们将其称为赤马红羊。实际上，真正的赤马和红羊并非不祥的象征，反而都是非常珍贵的物种。比如赤马就是一种非常健硕的马，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就是赤马的一种，而红羊通常是指红骨羊，这是一种性格十分温顺的羊，牙龈口腔都呈现赤红色，属于比较罕见的品种。虽然两者并不是不祥之物，但它们代表的这2个年份在历史上却都充斥着阴谋、战争、动荡和灾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就要从历史上进行考证了。最早提出赤马红羊节的人是北宋时期的龙虎山天师张继先，他是道教正一派第30代传人，却是地位仅次于祖师张道陵的传奇人物。他9岁执掌山门，将龙虎山一脉发扬光大，很快就声名鹊起。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北宋朝堂，成为北宋国师，备受皇帝倚重。作为北宋国师，张继先提前预知到了1126年的赤马红羊节，于是他通过谶语的方式暗示宋徽宗要加强军队防务，不要再搞你的花花草草了。然而宋徽宗却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依然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于是在公元1126丙午赤马之年，金兵发动了极为猛烈的攻势，宋朝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没用多长时间，全国大军就来到了东京汴梁。此时这个擅长搞艺术的大宋君主宋徽宗根本不知道拿什么方法去应敌，仓皇之间只能下了一道罪己诏，将皇位传给了儿子宋徽宗。金国大将被这一幕搞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宋国皇帝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宋徽宗的想法很简单，自己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了，这大金的军队应该不会为难自己。这种掩耳盗铃的鸵鸟心态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朵奇葩了。不过宋徽宗并没有完全绝望，因为他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请国师来帮忙。那么张继先有没有在这次劫难中力挽狂澜呢？这是一个被历史证明的千年诅咒。宋朝奇书丙丁归建预言，60年一轮回的赤马红羊节真的会在下一个赤马红羊年，也就是2026年和2027年再次发生吗？首次提出赤马红羊节概念的还是道家传奇人物张继先。前面我们说到，宋徽宗在金兵兵临城下之际，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张继先身上。他认为国师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必然能撒豆成兵，打败金军。此时张天师并没有在汴梁，宋徽宗只能让人800里加急去请天师。或许张天师在汴梁的话，真的可以有退敌之计，但可惜的是他不在汴梁。而宋徽宗临时抱佛脚，被一个名为郭京的道士给骗了。郭京自称道家仙人，会6丁6甲之法，可通过做法请天兵天将下凡间，必能杀退金兵。宋徽宗听后大喜过望，赏赐了郭京大量金银珠宝，还将汴梁的防务全权交给郭京。结果在金兵攻城的那天，宋徽宗准备一观天兵天将神迹的时候，郭京却悄悄地带着财宝跑路了。结果可想而知，汴梁城基本上是不攻自破，而失去逃跑机会的徽钦二帝也直接成了大金国的俘虏，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而二帝成为俘虏的这一年，正好是丁未红羊之年。当然事情还
还没有结束，那位被派去找张天师的人最终也没有见到天师本人，因为据说张天师在他来到之前就羽化登仙了，只留下了一首宋诗。其中一句“西山红日下，烟雨若浅浅”，点明了他心中的无奈。即便他道行高深，也难以阻挡天下大势。虽然他早已向徽宗暗示了赤马弘扬之节，最终也没能挽回这场悲剧。几十年后，南宋柴旺在他的《丙丁归鉴》中也提到了赤马弘扬之节。柴旺是南宋时期的天才，28岁时已经在中书省任职。在公元1246年，京城之中发生日食现象，引发人们议论。此时，坐在皇位之上的宋理宗也对此非常重视，他下令让百官议一议，这一次的天象到底预示着什么。于是柴旺就写下了《丙丁归鉴》一书，将其呈给了宋理宗。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丙午年和丁未年，并通过各种历史事件将这2年的特殊性呈现出来，希望宋理宗能够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要知道1246年正是甲午年，古代君主忌讳本来就多，宋理宗当然无法容忍这篇大不敬的文章，勃然大怒，甚至要直接砍柴旺的脑袋。如果不是群臣们为柴旺求情，他必定会因为这本书而人头落地。虽然这次逃过一劫，但柴旺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因此在余生的30年间，他一直在老家隐居，再也没有出仕。那么这本《丙鼎归鉴》中到底提及了什么？这本书总结了从秦昭襄王52年起到5代后汉天福12年这1200多年来，在丙午丁未年发生的大量灾难事件。在此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丙午丁未年竟然巧合地发生过如此严重的灾难，他们就像约好了一般，都在这2年爆发开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看一下书中提及的年份以及各种触目惊心的劫难。2026年，世界或迎赤马弘扬节。宋朝奇书《丙丁归鉴》预言千年诅咒，每逢丙午丁未年，世界必有大难。这一诅咒延续了2000年。那2026年作为下一个赤马年，真的会再度应验诅咒吗？所谓的赤马弘扬节又到底会发生什么？历史上的赤马弘扬年发生过很多灾难，南宋柴旺将这些劫难总结起来，汇编成《丙丁归鉴》一书，其中提到在公元前195年的丙午赤马年，大汉开国帝王刘邦去世，大汉朝政被吕后握在手中，导致外戚专权，朝廷争斗不休，人人自危。提到公元167年的丁未弘扬年，汉桓帝驾崩，汉灵帝继位，此时的大汉皇室早已成为傀儡，而这一事件更是标志着汉朝彻底衰亡。汉灵帝只用了21年时间，就将大汉的200年基业毁于一旦。虽然事情不能全怪汉灵帝，但他绝对是最大的祸首之一。亲小人远贤臣就是他的最佳写照。还有公元226年的丙午赤马年，曹丕刚刚登基7年，正值40岁的壮年，却因病而亡。他的驾崩导致权臣司马懿重新得势，魏国内部开始明争暗斗，为大魏的灭亡埋下了隐患。再比如公元826年的丙午赤马年，唐敬宗登基2年，却根本没有履行皇帝的职责和义务，每天只知道享乐。不过他的乐也没有享多久，在这个丙午赤马年，他被贴身宦官杀死。还有公元947年的丁未弘扬年，大辽攻打后晋首都汴梁，后晋皇帝自杀不成，成了大辽俘虏，后晋也从此灭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柴旺的《丙丁归鉴》只统计到这一年份，但诡异的是，在这之后的历史中，赤马弘扬节的灾难却依然在延续。比如在公元1366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启大规模战争，无数百姓被裹挟其中，而这一年全国发生大量天灾人祸，流年不利。再比如公元1786年，四川地区一场7.5级的大地震，导致当地大面积山崩，大渡河都被堵塞，形成堰塞湖。当堰塞湖崩决之日，滔天洪水奔流而下，造成数十万人的巨大伤亡，简直是世界末日。正是因为这些巧合，很多人相信古人的赤马弘扬节确有其事，而下一个赤马弘扬年，那就是2026年和2027年。如果单从易经上看，这2年其实比寻常的赤马弘扬年更加难以琢磨，因为这2年是九离子火运与赤马弘扬的叠加。九火运同样是火属，和赤马弘扬叠加后是火上加火，而且九火运主导变化、女中分离，这意味着这一次的赤马弘扬节将会出现大的结束，会有一位女性成为劫难中的重要人物。当然，不管是离火运还是赤马弘扬，都未经科学验证，我们还是当故事听听即可。最重要的是，
赤马红羊节的统计法也是有把偶然视为必然的嫌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以甲午年为时间，我们其实也能统计出一条灾难线，同时也能统计出一条幸运线。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一个故事的结果往往是过去和当下，甚至是未来3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是镜子，未来则是目标，而我们人类能把握的部分其实只有当下一个维度而已。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